离广州290多公里的韶关乐昌北乡镇，家家户户以种植芋头和马蹄为生。这里的美味，全都深埋在土里。想要获得好的食材，需要沉得住性子。等到12月底，叶子枯黄，在地下默默生长了10个月的炮弹芋头，品质将达到最高峰。此时正是吃芋头的最好时节。每年冬天是谭树明和妻子张友莲最忙碌的时候。北乡镇出产芋头历史悠久，但种植大芋头时间并不长。6年前，当地人发现大芋头的经济价值比普通芋头高得多。谭树明夫妻俩算是第一批尝试种大芋头的人。埋在土里的香芋，谭树明看根茎就能判断出大小。挖芋头也考究功夫，必须2人配合，一人拿特制的铁锹找准位置松动土壤，一人抓芋头看准时机连根拔起，一个胖嘟嘟的芋头就破土而出了。这个7斤多啊，可能有7斤半这个重。因形似炮弹，最大的重达10斤以上，也被称为炮弹芋头。能长这么大，还得益于谭树明半年来的4次培土。用土壤把芋头苗不断拢高，竖着长的芋头就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，可以比普通芋头大3倍以上。这个芋头好重。上了那个7斤以上的呢，就是要10块钱，现在8斤到9斤的，就是那个就14块、15块的。现在北乡镇气候阴凉潮湿，水源丰富，每年种出来的芋头个大饱满，越大越值钱。挖好的芋头由女婿肖志平拉回仓库存放，准备售卖。这些年，北乡镇的芋头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左右，1亩的产值超过1万元。谭树明在外打工的女儿女婿也辞职回到北乡，见过世面的小两口利用网络销售，把炮弹芋头推销到全国各地。富含淀粉的芋头既能当主食，又可做菜肴。去皮切开，雪白的内里布有槟榔花纹，这样的芋头最粉糯，口感香浓。最出名且考厨艺的是工序极为复杂的香芋扣肉。新鲜的五花肉炖煮1个小时，直至油脂去除，肉质软烂。在肉皮上扎出小孔，抹上蜜糖和酱油。油炸时，肉皮上的小孔能锁住空气，使表皮焦脆。捞起后切成厚度均匀的肉片。油炸至熟透的芋头表面金黄焦脆，不易折断。和五花肉依次相间码入盘中，为的是让2者的味道互相渗透。放入锅中蒸1个小时，蒸透后复扣在另一个盘中，一盘井然有序的香芋扣肉才大功告成。开暖不啦？开暖了。为了这道孙女最爱吃的香芋扣肉，张友莲在厨房忙活了5个小时。
在客家人看来，好芋头与好意头谐音，辛苦耕耘一整年，也正是为了一份丰收的好意头。凡春正2月，南风起，蓬旗出。经过冬日的休眠，万物复苏。这种同样生长在泥土里的鲜活食材，正准备赶赴春日里的一年一会。每天，广州番禺石楼镇的村民陈伟雄都会到河岸上看看蓬旗的生长情况。蓬旗出了，過1個禮拜就有蓬旗春食了。粵語中，春指的是各色魚蝦螃蟹的卵，其中最经典的当属李云子。习惯横行的蓬旗，偶尔直行时会2只前螯合抱，一步一叩首，宛如古人行礼作揖，便有了李云这一雅称。蓬旗产下的卵就叫李云子。李云子季节性极强，只在清明前半个月出现，十分金贵。春分前后，气温回升。经过1个星期的守候，蓬旗产卵的最佳时期到了。下午，潮水退去，蓬旗出来溜达。陈伟雄和老搭档们赶紧准备下河抢蓬旗。拇指般大小的蓬旗捕捉起来费心费时，出手的速度要大大超过蓬旗逃窜的速度。嗱，呢隻咧就係蓬旗乸，你想食一餐咧，起碼要足6、7斤以上先能夠整得到一餐食，大概2、3兩嘅蓬旗春。咁呢種咧就好鮮美嘅。在江河堤岸、沟渠中的洞穴中栖息的蓬旗，对自然环境要求极高，稍有农药污染，便立即绝迹江湖。这几年，蓬旗日益减少，除了石楼镇，能捕捉到的地方屈指可数。捕获的蓬旗怎么处理出李云子，还得让有多年经验的老搭档孔堂来操作。灰褐色的李云子，因外露在蓬旗腹下，携带有很多的泥沙杂质。将后盖一个个剥下后，换水反复清洗，再用布袋过滤。如此珍贵的李云子，吃一口少一口，如今可以卖到600元1斤。而李云子保鲜期极短，取出便要进行加工。蒸熟后的李云子如同彩霞。李云子吃的是一个鲜字，要将鲜甜最大限度地发挥。与之搭配的食材需要质地柔软，味道清淡。豆腐、鸡蛋便是李云子最经典的搭配。李云子炒柚皮，通过焖煮，柚皮完全吸收李云子的咸鲜，颗粒状的李云子附着在柚皮上，可以照顾到每一颗味蕾。其味道似蟹黄，却胜过蟹黄。陈叔常用美食招待朋友，蓬旗也是番禺人爱吃的美味。直接用水煮熟的蓬旗，用最纯粹的鲜味唤醒沉睡一冬的味蕾，以食物来传情达意，是中国人运用的最稔熟的沟通方式。这也许正是李云子之礼最深层的意义。想再吃上一口李云子，得等到来年春天。而在潮汕，有一种1年4季最贵的青菜正值当季。这批最贵价的青菜，正是曾经贫困农家才会食用的麻叶。
过去麻叶用来编织绳子，上世纪80年代，种麻织麻的传统行业没落，麻叶做不成麻绳，却成就了餐桌上的一道保健美味。凌晨4点，50多岁的姚振奎已经到地里忙碌。他要赶早采摘，才能把青菜送到早市上售卖。春耕夏采，20多年来已经成为姚振奎生活中的习惯。虽然子女都已成家立业，闲不下来的他，靠着种点麻叶打发休闲时间，全当锻炼身体。我们摘这个麻叶叫百的麻叶，那我们到播种这个百的麻叶是每年正月尾就要开始播种了，播种过了到2月25左右就开始可以摘了，摘到9月尾巴就全部没有了，1年就过去了。麻园似茶园，卵形的麻叶绿油油的，形似茶叶。采麻叶也与采茶类似，只取顶尖的嫩叶，所以这种黄麻永远也长不大。现在摘了，下午来下回，过了7天8天就茶茶浓浓的，就可以再摘了。每年春夏，种植麻叶是波西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。等到天空泛白，各家各户便载着刚采下的盈盈一筐嫩绿，赶到市场售卖。因为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，麻叶成了春夏2季潮汕人餐桌上的必备菜肴。每年头茶甜麻叶登场时，每斤可以卖到近20元。潮汕人爱吃麻叶，有些人更是不可一日无此物。姚振奎家也不例外。麻叶在潮汕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。在外地，一间潮菜馆有没有麻叶，甚至可以成为出品是否地道的标准。这个正在啊，是没有啊。麻叶本身含有黄麻带，过水是烹饪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。开水加盐，倒入麻叶煮开，便可去除苦涩味儿。而这个过程，本地人也称为咸酒。增咸去水后冷藏起来，需要时拿出来解冻，可以常年食用。这也是本地独有的做法。潮汕人善烹饪，简单的青菜融合吃出美味，配角儿十分重要。麻叶富含纤维，虽然助消化，吃多了却容易饿，所以本地人会用猪油来炒麻叶。快熟的时候，再加入普宁豆瓣酱翻炒，麻叶翠绿转为暗绿，就可以出炉了。而姚振奎却喜欢将麻叶与海鲜同煮，麻叶的甘与海鲜的甜互相渗透，煮出来的汤水味道更富有层次。哇，太香了！忙碌了一天，对姚振奎来说，最惬意的是坐下来和家人吃一顿家常饭。麻叶有点咸，送粥再合适不过。闻闻略带有青涩的麻叶芳香，一口白粥，一口麻叶，细嚼慢咽，心里无比踏实。